今天呢，要带大家去看一看整个英国学习中文最好的地方。你一会儿就知道为什么我敢保证，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学习中文的地方。是这样的，我刚吃完午饭，然后就下来走一走，遛个弯，然后顺便也跟大家聊一聊，用中文拍一期视频。就是我有一个跟我上了差不多半年的课的学生啊，他人特别好，然后他一直催我说：“哎呀 ，Will， 你为什么一直都是在室内拍视频？你为什么从来不去室外拍？”所以说呢，我今天就下定决心要试试看在外面拍视频，我就来到这个地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刚吃完饭嘛，所以就是还是得消化消化，我吃的有点撑，你知道吗？给大家看一眼周围的环境啊，就是估计大家万万没想到，曼城这么一个大城市，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真的特别像农村的感觉，你知道吗？感觉像我回到老家似的，我还挺喜欢的。那么今天就想着边走边跟大家聊一聊。是这样的，我经常来这个地儿打篮球，一会儿给你看看我一般去哪。但是我还有点紧张，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在外面拍视频，哪怕我在北艺的时候也只是配个音，你知道吗？也不是像这种就是边走边聊，因为我怕我说的不连贯，或者说会犯一些小错误之类的。那么当然了，就是我达到了这么一个中文水平，我也不怕犯错误。就是我觉得吧，犯错误是个学习的机会，可以这么说。而且我也知道我不会犯太大的错误，可能就是不会犯那种致命的，就是大家完全听不懂的那种。但是呢，毕竟大家都是想要跟我学习中文嘛，那我也得保证我说的标准一点，对不对？哎，咱们过去看一眼啊。我想给大家看看这条河，我觉得还蛮好看的。你看，有的时候啊，这边会有鹤呀、天鹅呀、鹅呀、鸭子呀之类的，就会让我想起老家，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像我回到老家的感觉。其实我最近压力特别大，因为我边读博边创业边拍油管视频，对吧？有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来到这种比较安静、比较宁静的地方走一走，换换脑子。我们现代人啊，感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那个生活节奏太快了。有的时候需要慢下来，然后就是活在当下。我跟你说，我们马上要到最好的学习中文的地方啊！大家一定要有耐心，耐心等待。先给大家看一眼啊！哎呀，还挺可惜的，我还以为今天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天鹅什么的。但是啥都没有，这条路只有几条狗，而且我也不好意思拍，因为我怕影响到人家。就是也有，我以为这边可能中午就没人嘛，但是没想到还有几个人出来遛狗，也能理解。我要是有一条狗的话，我觉得来这边遛狗也是个非常好的选择，这个地儿还挺合适。哎呀，你说这么大一条河，也就一只海鸥。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我这个相机啊，感觉没法放大，你知道吗？那个画面没法放大，所以估计大家看的也不是很清楚，是不是？不过也没关系，毕竟来这边的目的又不是给你们看这些鹅呀什么的，对吧？要是能看，那当然更好了。对，我们马上又到了。哎呀，我刚才在家里边待着太闷了，因为我最近在写毕业论文，天天就坐在家里敲键盘。哎，不
不过挺好的，我终于从那个实验室里头解脱出来了。我在那边真的是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压力很大，特别焦虑，因为很多时候实验都做不出来，也没有什么可以用的结果。我觉得读博真的是我人生中做过最难的事情，就是也是我读博期间真的是挫败感最强烈的一段时间，没有之一。哎，我们到了，我们先找个地儿坐一坐，好吧？给大家看，有这种像石头一样的一个长凳算了吧，我们到那边，你看，哎，这边有篮球场，就在河边，还挺好的。我就去那边的那个长凳坐会儿，跟大家聊一聊。这边是学习中文最好的地方，其实是有2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很多中国人非常喜欢打篮球其实我是通过打篮球认识了好多中国朋友，然后感觉打完几次之后就变得特别熟，也能一起吃饭呀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打篮球你要是喜欢的话，这是个非常好认识中国朋友的一个方式对，所以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打篮球特别好，而且你在打篮球的时候能学到很多就是很有用的词汇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边没有多少人，对吧？那么没有多少人的话，你就可以像我一样这样大声的说中文，因为是这样的，要是真的想要达到一个很高的口语水平你得多说呀，你得多开口说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学习外语是这样的，你多听，那你的听力就会越来越好。但是你要是想要提高口语的话，光听是不够的，还是得多开口说话。那么我知道大家都在想什么，哎呀，我知道我得练口语，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练。其实很简单，你就可以像我一样，你就可以来到一个比较安静、比较平静的一个地方这样的话心情也会好一点。然后你就在这儿说中文，自言自语。那么万一犯错怎么办呢？那像我前面说的嘛，其实没什么关系，对吧？只要不是那种中国人完全听不懂的那种错误，那么我觉得问题不大。而且很多人他们一直都会把犯错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借口，就用来说就是用来说服自己不练口语。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还是不能这样，还是得抽出时间来到这种人少的地方，这样的话你不会特别有压力，你不会觉得尴尬，然后你就大声的练口语。就像我一样形容一下周围的环境，你看这边有篮球场有那种健身器械有一个小公园什么的，对吧？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感觉虽然这边人不多但是这边的人呢，他们都一直盯着我看，还挺尴尬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都不敢在室外拍视频，我也不是很想要打扰到别人，你知道吗？你在外面拍必须脸皮厚一点就是感觉我是个脸皮比较薄的人，胆子也没有那么大，对吧？反正很多时候你要是想要提高口语，最重要的就是多说。很多人都不敢开口，就是成天自欺欺人，说哎呀，我要是多听就好了。总有一天，我就是突然起床就发现自己会一口流利的中文，但是这样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好吧？我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口语水平，也是因为我练了好多年，对吧？我也是没少花时间录这样的视频，还有就是自言自语，然后找母语者聊天什么的。那么提到母语者聊天，很多人觉得只有母语者在，你才能练口语，这是一个大错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让母语者24个小时围着我们转，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你必须自己想办法练口语，自己一个人练，而不是依靠别人。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咱们也没有办法麻烦母语者跟我们聊，对吧？这也是对他们不太好所以
今天啊，想跟大家说的是，你得像我一样，找个安静的地方。哎呀，我其实这边也没有那么安静，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那个施工的声音。然后你就边走边练口语，就这样自言自语就好了。那么你要是很想练听力的话，我跟我女朋友前一段时间开始录一些中文播客，相信对大家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所以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建议你先看一眼这条视频。这个讲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事件，你知道吗？在我们家凌晨1、2点的时候，就有人突然敲我们的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好，那咱们先到这儿，拜拜。